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大家好，这里是诗墨成歌，我是沙野。前面做秦始皇和荆轲刺秦的时候，我一直在看一个问题：天下到底该不该归到一个人的手里？秦始皇像是给了一个答案，荆轲刺秦则把这个答案重新推到了刀口前。可是今天这首项羽，我想再把问题往后推一步：如果秦真的倒了呢？如果那个勉强把天下压住的人不在了，原本被帝国压下去的旧恨和野心，会不会一起翻上来？天下会不会真的变得更安稳？还是秦亡之后群雄并起，从咸阳宫的那一把火开始，换一批人称王，换一场乱世继续烧？项羽这个人大家太熟了，西楚霸王、破釜沉舟、鸿门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乌江自刎，这些词一出来，他的一生好像已经被讲完了。可是这首项羽真正要看的不是单纯的英雄末路，而是一个几乎无敌的人，为什么能在巨鹿冲破秦军，却走不完后面的路？一个能让诸侯低头的人，为什么不能让天下归心？一个明明有人给他传，明明还有机会重来的人，最后为什么不肯过乌江？所以讲项羽，如果只从乌江开始，那他只剩下一个失败的身影。可我所知的项羽不是这样的人。史记一开头就写项氏世世为楚将，也就是说，项羽身上有楚国将家的底色，有楚地，有家族，有亡国以后还没有散掉的恨。而且项羽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他学书不成，又去学剑，项梁责怪他，他却说：书足以记民信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史记》后面接着写项梁于是交集兵法，所以这个万人敌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去打1万人，而是学那种可以统帅万人的本事。可是司马迁又补一句，说他略知其意，又不肯进学，这一笔很轻，但很像项羽。他虽然要的是万人敌，可他对兵法好像也不是那种愿意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学到底的人。到了巨鹿之战，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破釜沉舟不是单纯的热血，它背后其实是有兵法的道理。孙子兵法讲：始地则战，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有时候人被置之死地，反而会把所有的心力集中到眼前这一战。可是兵法归兵法，能不能在实际的战场上施展出来，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换一个将领，把船沉了，把锅砸了，士兵不见得会变勇敢，有可能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可项羽不一样，他永远是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所以巨鹿这一战才会让他封神。史记写他渡河以后，皆乘船，破釜阵，烧庐舍，持3日粮，以示士卒必食，无一还心。楚战事无不依以当时，楚兵欢声动天。等到破秦军以后，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西行而行，莫敢仰视。这几句话不是普通的战功描述，他是在告诉我们，项羽在那一刻已经不是战神而已，他是真的把整个秦末的局势撞出了一个缺口，也让那些原本在旁边观望的诸侯第一次知道这个人是不可以平视的。所以项羽后来被称为霸王，不是空名。那个霸字是从战场上打出来的，可这里同时也埋下了他最后最不能轻轻带过的地方。他太知道怎么让人在战场上低头，却未必真正学会怎么让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还愿意长久站在他的秩序之下。巨鹿让诸侯低头，新安和咸阳也让我们看见了项羽的另一面。史记写他到了新安，因为担心秦军降主心不服，将来有可能会反叛，于是秦军夜袭坑秦族21万人。这一笔很难轻轻带过，因为项羽身上有楚国的旧恨，有亡秦的理由，也有反秦的正当性。可问题是，当反秦的怒火烧到了这一步，他就已经不只是推倒暴秦而已，他的剑锋已经指向那些放下兵器的人。到了咸阳，这个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史记写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3月不灭。后来杜牧写阿房宫赋也留下那句楚人一句可怜焦土。咸阳那把火不只是烧掉了秦宫，也烧掉了安放天下的可能。后来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表面上看是项羽想回乡炫耀，但我们可以试着再深入来探讨这个行为，这其实是项羽对天下想象的局限。他不是没有大志，只是他的大志还停留在霸王式的荣耀里。
没有进化到一个能安天下的支柱。这也是为什么研究项羽不能只研究他会不会打仗，也要把他放回秦王之后的政治秩序来看。清大教授林冲顺有一篇《齐国的视角：楚汉之际至汉初几个重要阶段的天下变局之诠释》。这个视角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它提醒我们，秦王之后的天下不是只看关中，也不是只看楚汉两边，地方势力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盘算。用这个角度来看项羽的分封，就会更清楚。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诸侯，看似重整天下，可王印分出去了，人心却没有归位。有人心不服，有人失其位。王印落下之际，同时也是各怀鬼胎之时。所以分封不是故事的结尾，它反而是项羽跌落神坛的开始。鸿门宴，很多人会说项羽是妇人之仁，可是这样讲其实不够精准。鸿门宴真正的关键不是项羽心软，而是他在那一夜坐失先机，没有看懂刘邦真正危险的地方，但范增看见了。史记里范增曾劝项羽急急勿失，因为刘邦这个人志向远大。可是项羽那时候更看重够勇、够壮、够直接的樊哙，所以樊哙闯帐，他反而赏酒吃肉。可刘邦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他能忍、能退、能等待，能把自己放低，然后再慢慢把局势收回去。项羽就像他无敌的霸王戟，正面迎来的敌人他都能轻易劈开。可刘邦像一张慢慢收起来的网，一开始不觉得他有威胁，等你惊觉危险的时候，四面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项羽实在太习惯用战场上的眼光来看天下，他看得懂勇者，看得懂决战，却始终没看懂那张慢慢收起来的网。而这些被他忽略的裂缝，后来都会在他最虚弱的时候一起炸裂。汉下这一段，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四面楚歌。史记写：项王军避汉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围之数重。这是军事上的围困，可接下来这一句才真正击溃项羽的心防。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至多也？楚歌不是普通的笛声，它是故乡的声音。那一刻，项羽听见的不是敌人有多近，而是人心向背。有时候一个人最害怕的未必是前面有敌人，而是背后没有亲人。虞姬在这个故事里不是这首歌的主轴，可是他不能不在，因为他让项羽这个全身都是战功的人，到最后不只是一位历史上的霸王，而是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也会失去也会无可奈何的人。外面都是汉军，是诸侯，是已经转身的天下，帐内只剩下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句的重点不是虞姬有多美，也不是霸王有多深情，而是可奈何。那个曾经破釜沉舟的人，那个在巨鹿让诸侯不敢仰视的人，那个曾经分封天下的人，到这一刻忽然发现，有些东西真的不是靠力气就能留下。乌骓也不是普通的坐骑，它像是项羽一生战场记忆的最后一部分。当年他可以带着8000子弟横骑于江东，可以把巨鹿的退路断了，可以把秦军的铁骑碎了。可到了这一夜，整个天下已经不是靠冲出去就能解开的局。所以从汉下再到乌江，其实项羽不是没有退路，船在江在，江东也还在，连乌江亭长都劝他渡江。亭长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数众10万人，一卒亡也。这句话不是安慰，他是真的给了项羽一条活路，也给了他一次重新开始的可能。可这条路越真实，就越难走，因为项羽不是一个人从江东出来的，他当年是带着8000江东子弟渡江西进。如今走到江边，已经没有人了，所以史记里项羽说：天之亡我，我何度为？众江东父兄，联而亡我，我何面目见之？船可以载他渡江，但那8000江东子弟呢？江水可以把他送回故乡，却洗不掉他心里那一句无眼见江东父兄。所以乌江那一刻，他不是没有船，而是没有连；他不是没有退路，而是那条路必须面对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杜牧的诗提到：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好像是只要项羽愿意吞下去，历史就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可是把这句话放回乌江那一刻，你会发现卷土重来是多么沉重的4个字。因为重来的不只是项羽一个人，是江东还要有一批人要陪他重新走进战火。就英雄来说，
卷土重来是一次的可能，可从百姓的视角来看，从头来过可能又是另一批的人命。这也让我想到项羽的一生里有2个很关键的瞬间，一个是在鸿门宴，一个是在乌江边。鸿门宴是明明可以杀，为什么放？乌江边是明明可以走，为什么停？2个一念之间，一个是放过敌人，一个是放弃自己。可如果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他们又好像是一体两面。鸿门宴里，项羽看不清刘邦身后那张慢慢收起来的网，到了乌江边，他终于看见自己身后站着的是8000个回不去江东的战鬼。人生里也会有那种看起来可以重来的时候，重新出发，听起来很鼓舞人心。可真正该问的是，这次重来是不是只有自己要付出代价？如果只是自己跌倒，自己站起来，那当然值得敬佩。可如果每一次重新开始都要拉别人一起下水，那就不能只用勇敢2个字来形容。江东父兄也许会怜悯他，也可能还愿意让他当王。可越是这样，他的心里可能就越沉重。或许责骂还能减轻他一点点的负罪感，可如果江东父兄真的怜悯他，那反而可能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后世写项羽的人很多，杜牧替他留下了未可知，王安石替他补上了一个肯不肯，李清照则把他写成不肯过江东的气节。生当作人杰，实亦为鬼雄，至今诗项羽不肯过江东。可我这首项羽想呈现的是这些评价落下之前，项羽站在乌江边的瞬间。所以等一下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先不要急着替项羽决定该不该渡江，先跟着他走一遍，从亥下寒声走进帐中，从江东8000走到巨鹿高峰，从咸阳烽火走到彭城的王金，从鸿门放过刘邦到乌江放弃自己，然后再回头看乌江，你可能会发现乌江隔开的不只是楚汉两边，也隔开项羽和他再也回不去的江东。这里是诗墨成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项羽》。两头撑杆烟不归，旧梦夜傍换旌旗。寒饮远火悲黄泪，出帐孤灯照铁衣。旧人又能开真路，四野寒角必成围。诸葛胡子的英气，帐外无追讨月死，帐下佳人是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追不是兮可奈何，欲兮欲兮奈若何？苍气踏碎